大家好，我是大伟。男人过了35岁啊，肾气会有一个快速的下滑期，在这个时候，很多男人啊会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上面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其实说白了，就是功能啊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生猛了。我经常给大家做一个比喻啊，就是说我们把手拿出来，自己对照一下，你看手这么平着放。这个大拇指的位置是哪里呢？是你20岁的时候样子。你看这个头抬得多高，然后30岁、40岁、50岁、60岁，这个头啊慢慢的就低下来了。那如果说你在30岁的时候达到40岁的状态，40岁的时候达到50岁的状态，或者60岁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了。你不仅仅啊是肾气啊可能有些亏空，而且呢你自己平常也没有注重它的一个补充，它就会加速衰退。在一个黄金阶段，比如说我们50岁之前，都是可以有办法把它救上来的。但是有些朋友他自己平常不注意，平常还特别的挥洒自己的肾气，那么到后面你再想把它往上去拉，那可能就非常的麻烦了。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个视频，咱们能让你少走很多的一个弯路。包括我们平常你自己观察一下，早上起床的时候，有没有说你这个头啊抬起来啊抬的不是像原来一样的？有的朋友，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这个头啊抬起来还是硬邦邦的，但是呢手一伸，发现自己平常的状态不好，哎，这个就没有问题，这个很容易啊就能把它提上来。那么如果说自己早上起来都没有什么反应的，然后平常啊在夫妻生活的时候，在行房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整个状态非常的拉垮，那个时间又短，对吧？然后这个一会儿他就开始不行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就要把它往上提了。那么无论是哪一种，今天咱们这个视频都能帮助到大家，无非是时间的快和慢。我会教大家一套方法，你去把肾气给提升。同时呢，这一套方法还和我们的呼吸相关。其实很多时候啊，有些朋友他并不是自己的能力不行，而是时间短了。这种其实还相对而言比较好解决，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好不好？咱们今天先来讲第一个，就是你的这个状态啊，你的这个海绵的一个硬度啊，它自己不满意怎么办？在硬度不满意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首先你要去让你的肾气提升，并且要去刺激你的睾酮分泌。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因为长期久坐、运动缺少，特别是腿部的锻炼缺少，你的睾酮分泌在下降，身体里面的雌激素在上升，这就会导致了你的整个功能状态会下降。那么我们想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你的腿是一定要迈开来的，饮食上面是要注意补充的，像牡蛎这些东西，传统的这些饮食你都知道，我们就不多说，我们讲两个动作，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勾手指，道家有一个提肾气的动作，叫做固筋勾。小拇指把它勾在一起，在胸口握拳，就这样握拳。握完拳10秒钟以后，你记住啊，这个拳头要紧紧的握住，不要躺在床上这么摊着做啊。坐正，坐好，握住10秒钟。10秒钟以后，把你的小拇指不变，大拇指对在一起，然后手肘往上抬，手肘往上抬啊，就这么去做。做完了以后也是10秒钟，一共20秒钟，然后怎么样？手一松啊，记住这样10秒，这样10秒，这是为什么呢？你记住小拇指古人把它称之为筋勾，它和我们的肾气是有时间的关系的。肾气足的人，小拇指勾的紧。肾气如果不足，小拇指一勾就松，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小拇指日常多勾，一天可以做一个5次，早上、中午、下午、晚上都可以去做，这叫做固筋勾啊。做完以后，这条线会发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发热。然后呢，你再可以把小拇指这么做完以后勾一勾，哎，发现紧了。非常的不错啊，这个动作每天3到5次，每次20秒钟就可以去做了。这是咱们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叫促睾酮，你的睾酮也得分泌对不对？睾酮怎么分泌呢？非常的简单，我们做一个动作，配合呼吸去练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第二个动作呢，我建议大家每天在家50下起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你要先学会动骨盆就是你的骨盆要把它灵活自如。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个骨盆如果僵了，这个骨盆如果一个人僵了，他的能力实打实的肯定是往下走的，你都不用看，肯定是在地板这个层面。你想让你的能力到天花板，你的骨盆就要灵活。
为什么？因为你的这里啊，我们的海绵它要充血，那么这个血的管道是从这里走的，你这个地方它如果堵了，它这个水流受到影响，自然而然的它就会受到，对不对？你这个水就送不上去了。那么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记住啊，你把3个点记住合并在一起，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踮脚啊，然后腿向内夹，看到没有？踮脚腿向内夹。第二个是把骨盆从一个偏前倾的做成一个后倾，骨盆往上顶。第3个就是收小腹，然后配合吐气啊。你看啊，腿微微的弯曲，身子站直，你可以把双手抱着腹部，然后踮脚尖，腿向内，骨盆内收，吐气。做快一些就是这样。啊，配合这个呼吸去做，它可以很有效的提高你的这个爆发力，而且这个呼吸我们在后面反复会讲，可以把这个呼吸练好了，你就可以说是你能自由的掌控时间，一点都不夸张啊！你们记住这个动作做的时候，自己一定要是把腿微微的分开，然后踮脚的时候夹腿，这个腿啊，你看要向内夹，夹住了以后，把我们的骨盆内收。小腹收紧，然后整个人吐气，一气呵成啊！你看，啊，这样的话呢，它能让我们什么底下啊脚底这个小腿第2个心脏发力，把我们的血往上泵。同时呢，我们在做一个内夹上提的时候，它就可以很有效的刺激我们的睾酮，而且这个还能帮助你锻炼技巧。一个动作多种收益，非常棒的一个动作，每天50下起步啊，每天都要去练。动作讲完了，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到这里应该就已经有所收获了。但是有很多朋友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的长短。有的朋友啊，他的时间短，那时间不长，可能就1分钟，可能啊就2分钟，这样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你只要记住你的硬度只要是够的啊，它这个气质性上面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时间长短你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呼吸去调节。我给大家讲一个原理啊，这个时间长短原理是什么呢？为什么你的短？其实讲白了，就是因为你的敏感度在比别人要强。别人他没有那么敏感，就是那么一下。你如果说比较敏感，你会发现一下子啊，你又感觉啊受到了刺激，一下子啊受不了了。所以呢，才会导致时间变短。那么怎么样去减少敏感度呢？这里的话，有些朋友啊说，我用一些涂抹的，我用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些其实只是从表面去做，我们从根本上面去减少。怎么去减少？你记住，我们但凡是传出来的信号，都要通过哪里？都要通过神经传达到大脑。你无论是哪边的疼痛，或者有一些快感的信号，都是要传到我们的大脑当中的。但是你会发现啊，信号的传递它是有一个bug 的。什么叫 bug 呢？通道就这么大，就这么大的一个通道。但是呢，你的如果说快感的信号和酸疼的信号同时进入到里面，它这个酸疼的信号就会挤占一部分快感的信号。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快感就会大幅度的降低，这就从根本上面去把你的快感的信号给降低了。什么意思？打个比方，你今天出门，嘣一下撞了头了，头疼。但是你头疼的话呢，你为什么会跺脚呢？你会发现你头疼的时候咬着牙搓一搓或者搓一搓烂，头就没那么疼了。为什么？因为同样是大量的疼痛信号涌入，一边是头疼的，一边是身体的摩擦的触觉的信号，两边聚集在一起，它就减少了一部分的疼痛信号啊，头疼的信号就没那么强烈了。同样的，你这边有快感很强烈的信号，那么另一边我们只要专注于我们的发力，比如说腹部发力，比如说我们的臀部发力，产生了一定的这种酸酸胀胀的感觉，肌肉发力的酸胀感，那么它就能挤占到你一部分的这种快感的信号。再加上我们配合呼吸啊，在呼吸的时候吐出气，吐气的时候发力，又能够把我们的快感信号进一步的大大的削弱。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没有那么敏感了。讲到这里都是在讲原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呼吸呢？你会发现你去干活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注重呼吸的，就哼哧哼哧的就这么去做。
但是呼吸是有讲究的。你看打拳的人，如果你的呼吸乱了，你的拳就乱了，很容易岔着气。跑步的人也讲究呼吸，特别跑得越久，这个呼吸就越重要。你看跑马拉松的都讲究呼吸。那么我们在进行运动的时候，我们自己男同志的运动怎么去讲究呼吸呢？一般来说的话，你记住发力的时候吐气，配合在一起吐气，用嘴巴一口气进去，用嘴巴。我们刚刚做第二个动作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起身的时候，你看吐气，起身的时候吐气。你在练习这个时候，其实你已经在养成这个习惯了。你后面每一次往里面送的时候都吐气，吐完气以后，有的朋友会说，老师你这个方法不行啊，我频率比较快，是不是？那我去吐气的话，可能就不太好。那么怎么办？那么我们就要去再尝试一下拳击手的吐气方法怎么吐气呢？这样吐气，快速的小口短吐你尝试练习一下这样的吐气方法，然后和动作配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就可以了。这就是吐气的方法。有了吐气方法以后，我们还要练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的骨盆。刚刚去练的那个动作，它有一个前后倾，发现没有？你去练那个前后倾的动作，骨盆往前去倾往前去顶的时候，你不要用你的肚子往前去送，不要用肚子，用哪里？用你的骨盆往前往后的时候就是往前送，骨盆后倾往前送，然后骨盆前，骨盆后倾往前送就这么去做。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大家注意看就是这个动作，我们把腹部收紧，收紧了以后，你看骨盆要来回的前后动，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记住吐气的时候，骨盆做一个后倾。平常在家练习，如果不想这么大声，就慢慢的用鼻子发力也行。用鼻子发力你自己去慢慢练习，可以把你的声音隐蔽的很好，就不会发出来然后呢，你记住，如果快的话，就是用你的臀部进行前后的一个运动，这个是后倾，这个是前倾。你不要用你的肚子去纵，用你的骨盆。为什么？骨盆在前后倾的时候，哪里在发力？你的肌肉在发力肌肉发力的话，它就会产生这种酸酸的感觉，就会占用我们讲的信号通道。所以呢，把这个方法学会，从科学的角度，我们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你就会发现没有那么复杂，不用去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咱们这些方法都是实打实的方法都是实战出来的方法，所以呢，分享给大家。其实呢，这个方法在以前也是有记载的，只不过我们用一种更科学的方法给大家讲明白、讲清楚你看，先从肾气，再从睾酮锻炼，最后从科学的姿势，3个角度入手帮助你。你只要是坚持练习，就能够见到成果。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如果呢你感觉记不住的，你把视频悄悄的把它收藏下来，没事的时候你把这个精华的动作部分、讲解部分你看一看，跟着去练。然后呢，也可以转发给自己的好兄弟然后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人过了40岁以后我们身体的素质抵抗能力身体的状态都是会进入一个快速的衰退期。那么在这个时候，有一件事就非常的重要，就是咱们得去做一个内补。什么叫做内补呢？其实我们讲直白一点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在我们的腹腔当中年轻的时候它的位置都是非常好、非常正的。但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老化身体体态的改变，长期的久坐等等等等的一些外界的一些因素，就会导致比如原来一个很好的房子，慢慢的开始地基往下陷了我们的盆底肌支撑不住了，我们的整个五脏六腑开始往下垂了。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去重新把它归到一个原来的结构。这个过程呢，咱们统称为内补。那么内补当中有哪些比较好的方法呢？我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我们传统养生当中叫提肛补气法这个方法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一个盆底肌，同时通过一个气的往上升，去让我们的里面得到一个很好的内补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五脏六腑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内容给它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找不到了。好，我们来开始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
这个动作啊非常简单，咱们以坐姿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呢，记住几个要诀。第一个啊，就是先把腿啊并拢啊，然后呢把身体啊做端正。我们现在啊就开始把这个动作啊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夹腿，把腿啊紧紧的夹在一起。然后第二个步骤啊，找到我们提肛的感觉啊，臀部往里面去夹啊，提肛啊，夹臀。然后呢，第三步收小腹，小腹往里面使劲的收。第四步，把气往上运，从嘴巴里面啊吐出来啊，你就要感觉你的腹部啊层层收紧，从嘴巴吐出来。整个过程是非常累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你练到后面的话，你能明显的感觉啊，我们的整个气啊从嘴巴里面吐出来，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累，但做完很舒服的感觉。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然后腿先夹紧，好，夹紧以后来提肛，然后收小腹，啊，气往上运，吐气。在气吐完的一刹那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力量给它稍微松一下，松下来。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气在往上走，还没吐完的时候，我们的腿啊，我们的提肛啊，我们的收小腹啊，这个过程啊，一定要始终保持收紧啊，千万不能有一丝放松啊。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你看收腿啊，提好，收小腹，好，气往上走。到顶了以后，感觉一股气往上顶的时候，把气要吐出来的时候，看顶，把气吐完，放松。再来第三个啊，来收腿，提，收小腹，运，好，放松。你要有一种感觉啊，就是你这个气啊是运着往上顶，最后顶到你的胸口，然后把气顶出来，而不是自然的吐出来啊，它要有一种被顶上来的感觉，一定要找到这个感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动作最容易犯错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提肛啊，这一点呢，很多人他找不到这样的感觉。这个感觉其实年轻人啊是更好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有活力，你知道吧？年龄大的人呢，他就身体机能啊开始下降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啊，把我们的这个里面啊往上顶。这个感觉是什么呢？你要记住啊，腿往内夹。然后呢，我们的整个臀部往内夹啊，然后里面啊有一种往内挤、往上提的感觉啊，这个提肛啊，不仅要往内夹，还要往上提的感觉。这个感觉啊，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大家多练练就能找到这样的感觉了。顺序千万不要搞反了，先夹再提，再收小腹往上顶，然后把气吐出来，把这个步骤啊去做好。每天去做上一个10个呼吸，就是吐10次气，做10次。这个时候你要能感觉到我们的腹部啊是有一股暖流往上去走的时候，或者腹部啊感觉火热火酸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的动作做的就到位了啊，咱们这个动作就完成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持续练习啊，经常去练习，做我们的肋部。对于男女同志啊，40岁以后都能带来极大的帮助，而且这个动作对于身体上面，对于滋养我们五脏六腑啊，也能带来很好的一个提升啊！你多去做一做，坚持一段时间，其中的好处啊，你自己就能体会得到。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并且分享和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咱们来聊一个男性的话题。那么说起男性啊，咱们都会想到2个字，叫做肾气啊。我们身边啊会有很多的这些男同志啊，其实他的面相啊看起来就是很粗犷，骨架子啊也非常的大，而且身体当中啊体毛它也会比一般人啊要浓密得多。这个代表着什么呢？就代表着他的身体里面的这个荷尔蒙分泌的水平，以及他的睾酮激素分泌的水平会比普通人要高的很多。所以呢，他们一般啊骨架子大。啊，这个腿又粗啊，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粗犷。那么用中医的一句话来讲的话，叫什么？叫做肾气啊，非常的充足。那么随着咱们的年纪的一个增长啊，一般来说到了35岁以后啊，我们的肾气啊就会进入到一个持续衰退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啊，不论你的肾气是否充足，我们都要做好一个预防，就是减少肾气的衰退。同时啊，做好一些适当的锻炼，还可以有助于增加我们的肾气，让我们的身体啊维持在一个比较强健的状态。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一个男性的荷尔蒙啊，帮助我们促进我们的睾酮分泌。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快速的去运动我们的大腿。我给大家来做一做，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了。好，那么首先呢，咱们要把腿分开啊，这个腿啊分开的距离要比我们的肩膀稍微宽一些。
脚尖呢要去朝着正前方。好，这个时候啊，咱们要去做一个类似于这个深蹲1/3的动作啊，就是蹲一半啊起来，蹲一半起来啊。这个时候啊，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啊，就是说我们在蹲起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慢慢的蹲，慢慢的起啊。我们要做的是促进睾酮分泌以及促进咱们男性荷尔蒙。那要做到什么呢？就是慢蹲快起啊。具体给大家示范一下啊，蹲，大概腿啊蹲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可以了啊。蹲到一半，好，快速的站起，好，再来蹲，快速站起，好，再来起啊，起啊，起。大家能不能看到？就是起来的速度会非常的快，然后蹲下去的速度啊会相对而言慢一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肌肉啊，在受到这种刺激的时候，快速收缩的时候，它就可以刺激到咱们的睾酮分泌，以及刺激到咱们的一个荷尔蒙分泌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就是说，慢慢的蹲下，让肌肉充分的刺激，然后呢，再快速的站起。这样的话，肌肉受到的刺激啊，它越大，那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啊，它这个激素的水平啊就越好。那么同时，为什么咱们不做全部蹲呢？就是全部蹲下去，像深蹲一样的呢？因为很多朋友啊，他这个到了40岁以后啊，他的膝盖啊属于一个衰退的水平，所以说咱们去做的时候啊，就要去做一个半蹲。半蹲的时候去做这个动作，可以有效的保护膝盖啊，稳定我们的膝关节，所以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希望大家每天啊能坚持去做一个60个到80个，如果做不到也没有关系，循序渐进，我们从30个起步开始做，大腿发酸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